欢迎来到 Crypto Tricks。在视频开始之前，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随时随刻获取加密世界最前沿的讯息，不错过我们提供的精彩内容。We're going to make it.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Crypto Tricks。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视频会分为下面几个模块，然后分别来介绍一些多元的信息。然后首先呢，我们第一部分会给大家再带来一下这个 Terra Luna 的这周的一些更新。然后第二部分会由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个对于 crypto 或者说加密货币的项目的一些估值和分析的方法。然后最后一部分是由这个 Gary 给我们大家带来这个对于 ADA 还有 Cardano 的一些估值。然后首先呢，就是经过又一周的这么发酵就是 Terra 2.0基本上就是实锤了。然后原来的这个 UST 还有 Luna 将被抛弃然后呢，现在目前多家这个交易所呢也是支持2.0这个重建的计划。那之前杜匡就提议的是这个 hard fork 这么一个方法，就是它并不是说要摒弃原来这个网络，而是从原来这个网络上重新引出这么一个新的叫 Luna， 然后把原来的这个叫 Luna Classic 这么一个机制。那后来呢，这周宣布这个 Terraform 宣布完全放弃之前的网络，然后重新重建一个名为 Luna 的这么一个新的 blockchain airdrop 这些新的 Luna 去到原来的这个 UST 和Luna 的持有者身上，然后旧的这个网络名字将叫 Luna Classic。然后下面由 Gary 给大家讲一下杜匡的他的 Twitter。最近杜匡他在推特上疯狂转推交易所开始支持 Luna 2.0的这么一个新闻。今天看到火币也开始支持了，并且开始要进行那个 airdrop。三大交易所之一的火币开始支持，币安和 Coinbase 会跟进吗？结合前段时间 CZ 对多矿团队以及 Luna 2.0的一连串的一个质疑，可能币安一时间接受 Luna 2.0还没有那么容易。不过世界总是变化的特别快，我们能听到币安接受 Luna 2.0的一个新闻吗？让我们拭目以待。OK，所以上面就是大概这周对 Terra 这么一个更新吧。然后呢，给大家带来今天的我这部分的内容。那也就是说，这次这个 Terra 崩盘跳水的事件呢，虽然对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这种亏损和伤害给我们上了一课。然后那这个加密世界呢，其实就像这种热带雨林，然后它虽然奇妙万分的，但是也同时是危机四伏的。所以能不被圈钱或者割韭菜的话，那就需要额外的独立思考还有研究的能力。那今天，那我就借这个机会呢，由我给大家带来一些评估和估值分析这么一个 crypto 项目的一些基本面然后价值，还有可靠性，还有它的发展空间和机会的一些方法。那希望可以帮助到这个币圈中投资的朋友作为参考。然后同时也欢迎你们，大家可以在这个评论区里边分享你们的一些方法，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客观的讨论一下。那在投资之前呢，我认为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信息，并且是必须有多元有用的信息。在寻找这些信息之前呢，我觉得我推荐你可以去专门创立一个文档或者说 Excel 的表格，把你收集到的信息进行这个整理和储存。然后同时呢，如果利用这个 Excel 表格呢，你还可以把一些价格然后估值的数据做一些简单的量化分析和可视化。我个人觉得对你做这种 research 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如果会 coding 的话呢，还可以选择做一些 data dashboard 或者说一些工具。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你可以对这个收集的信息最大化的利用和整理。那并且慢慢的可以给自己一个 big picture，然后点连成线。那同时也可以让你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研究习惯，然后并且避免重复看同样的这个信息。之后的几页的这个参考点都是我个人的经验，然后还有一些是从别的投资者的分享那儿总结的。那其实评估一个加密货币项目跟我们对一个不了解的这种股票进行分析和研究是有一定共同之处的，但也不完全一样。那在我们评估的研究时呢，就是宏观的信息呢和因素都需要去考量。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对于这个资本市场，然后经济、商业、金融，还有这些投资这些领域的这些 fundamental 的知识呢，就看左边这些是需要非常花时间去不断阅读和慢慢学习积累的，然后建立这个知识图谱。而我们收集到这些信息呢，实际上就是一些散点，然后都是一些 dots。如果我们不对它进行解读的话，它是一点价值和意义都没有。所以，那我们积累的知识呢，其实就是帮助我们链接这些点之间的因果关系，然后去做这么一个 connecting dots 的一个过程。
那结合一些方法论呢，然后包括对风险的评估啊，然后定性定量的这么一个分析，然后最终可以 lead 到来我们做这个 decision making 做决策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个 decision making 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点，因为它会 lead 到有多少的投资回报，还有多少的风险，还有我们之后的财富积累，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整个投资的过程是这么一个流程。OK，那下面我会先来介绍一下，就是说从我们接触到一个 crypto 的项目的最之初的话，我们应该先去看一下这个项目的概述信息，也就是它的 project overview。那首先呢，我觉得一定要分清楚这个投机和投资的一个区别。那当我们接触到一个 crypto 项目时呢，我们首先应该是提出下面几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首先这个项目是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然后呢，他们给出的 solution 是什么，他们要怎么解决。然后呢，这个他们解决的这个问题是否真正的是一个痛点？然后他们在什么市场上？然后并且他的 competitor，他的竞争者都有谁？然后再去看一下他们的这个项目的开发的 roadmap 和他们的 roadmap 的一些 milestone 完成的怎么样？那问这几个问题的目的呢，是从宏观上弄清楚一个项目它的意义和背后的一些意图是在做什么事情。所以要回答这几个问题，最好先去这个项目的官网上看一下，然后也可以来我们的频道找一下是否有你想看的这些项目？那我们一般都会提供一些比较好的 fundamental analysis。然后呢，最后我觉得也可以去这个 Coin Market Cap，或者说像 Coinbase 还有 Masari 去看。那我个人非常推荐这个 Masari，就是来收集这个项目的信息，去做一个这种初步的 screening。那有些比较好的机构发的这个 Crypto Thesis，就是类似于行业研究的报告呢，我也推荐大家多花点时间去阅读一下，可以增加你对这个整个币圈的来龙去脉的一个了解。看完这个项目的大概概述的介绍呢，我觉得就是需要去看一下这个团队和它的融资情况。那这个了解一个加密货币它背后的这个团队呢，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步，那可能起着这种决定性的作用。那团队成员的这个信息是否公开透明也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关键的信息。那匿名的团队的风险会更高，然后更容易跑路。那我这里推荐大家还是去看这个 Masari 上呢，会对每个项目有这个背景啊，然后他的这个团队啊，还有以及融资历史和 roadmap 都有列出来。那并且 Masari 团队本身就是一个极度透明的这么一个组织啊，然后这点也是大大增加了它的可信度。所以找到一个项目背后的团队之后呢，我再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这些人他是否有 LinkedIn，然后在 LinkedIn 上、领英上去看看他们的 track record，就比如说他们的工作教育背景啊，然后以及是否在币圈有一些这种关系或者 connection。那最后呢，其实就是去社交媒体上去看他们的 Twitter，去看他这些创始人是否在比如说或者 YouTube 上是否有这种访谈啊，或者说介绍。那对于这个项目的创始团队呢，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自然会加深你对这个项目的认知。那比如说 Terra 的这种创始人杜匡呢，在我们之前看到过他在公众的这些讲话表现，那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甚至非常自负的这么一个人。那并且说出过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狂言吧。那虽然这个对于创新呢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这次 Terra 崩盘后，他对这件危机的处理以及他对团队的这个领导力，那不禁让人非常的失望。那所以，我个人觉得对创始团队的多了解呢和这个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那对融资来说呢，就是这个融资就一共有2个点我们需要去了解。那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说，我们要看他融了多少钱，然后他融的是谁的钱。OK，那融太少钱呢，可能会导致他这个项目无法按时交付，然后 roadmap 里的里程碑也难以完成。那并且在熊市呢，会没有这个足够的弹药储备，然后导致他度不过这个寒冬。那在很多早期就用不完的钱的那些项目呢，那就也会引出非常多的问题。他融这么多钱的背后的目的是干什么？那像比如说你像说马斯克给的钱和巴菲特给一个项目的钱，那背后的意义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只是举个例子啊，那从而也会让这个项目的未来发展方向也有所不同。所以一些重 VC 的这种项目呢，虽然会做更深和专业的一些尽职调查，但是同样也有可能在这个项目发展之后，到它这个价格翻倍时呢，这些 VC 会大量抛售他们手中的资产。那比如像 Solana 就有这种类似的风险。那如果像是 DAO 就是 DAO 这种社区众筹的项目呢，则缺乏更多的这种更深的这种尽调，那项目可能不够透明。那但是如果这个社区呢有足够大的一个 community，并且这些支持者都有很强的信仰，
那它就会更加去中心化，则其这个优势呢，也是从长远来看，它是会远远高于这个重 VC 的这些项目。那像以太坊社区呢，就是非常坚实，然后它有非常这个深的基础。OK，那我们了解完这个项目和它的团队还有融资情况之后呢，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它真正在干的事儿了，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生态开发。那它的生态开发就是我们先要研究的点呢，可能就是说它的这个项目预算分布是一个什么情况。那对于像这种 Layer One、Layer Two，然后这些智能合约平台的项目呢，花多少钱在搭建生态上，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因为一个项目对这个生态的搭设和投资，可以吸引到更多的这些开发者和人才到这个生态中创新。那并且来投资和搭建生态的钱呢，来源呢，我们也应该就是多加关注。那这个钱是否来自于第三方的机构？那是否有这个混合的这个货币来进行投资？然后背后的这些交易机制是什么？然后这些投资者，那他如何变现？然后包括这些钱的用途是否需要，就是说社区投票通过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关键的一些 signal。那我们都可以通过，比如说像你可以去 Twitter 啊，或者加入他们的 Discord 还有 Telegram 这些 community 来去跟其他的这些开发者去了解。那除了钱这方面呢，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下这个项目的技术支持和它的用户体验是否有一个高的质量。那并且它是否有很多的教学活动啊，或者说一些 hackathon 啊，然后讨论啊，还有一些公开的这种资源可以去帮助开发者进行开发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因为归根到底的话，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项目有一个非常健康和有这种向善正直的这种价值观，那才可以一直走下去，走得更长更远。OK，那看完他们的生态呢，我觉得在另外一个点就是去到底层去看它的这个 tokenomics，也就是它的货币经济学。那 tokenomics 呢，顾名思义，其实就是它发行的这个货币背后的一些经济机制，主要围绕这些供需关系啊、质押啊、铸造还有销毁。那并且很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个项目对这个背后的关系的量化分析，以及还有它的发行价格的制定，那我们也是需要去仔细阅读它的 white paper 来了解它底层背后的这个经济意义到底是怎么设计的。那不要只关注它的定性分析。OK，那结合这个币的市值呢和它这个 FDV，也就是所谓的 fully diluted valuation，这个这么比例来看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比例呢越高呢，就说明大部分的这个货币已经在市场上流通，而非是所在就是或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那我觉得至少这个比例都要在50%以上，才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健康的 signal。OK，那币的这个增发时间和这个速率呢，其实也是会影响它的这个通胀率。那一般在增发后呢，都会有更高的卖压，这个速率则会影响这个卖压的大小。所以我们也应该仔细去关注这个机制，来计算一下这个通胀的一个速率。增发后的这些币的去处呢，也是我们需要去好好看看。为什么呢？就是说增发它是用来投资回报社区的生态，还是说增发给少数的早期的 VC 投资者的手里？那背后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再者，这个币的性质和用途是什么？这个币是毫无应用场景，还是说它会用来社区治理、投票，还有作为手续费等等？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篇安永发布的，名为《The Valuation of Crypto Assets》这么一个文章，它里面提供了很多非常专业和科学的一些方法去来对这个货币进行估值，并且它讲了非常多的一些 general 的 knowledge，就包括不同的货币经济学的模型。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去阅读一下这篇文章，然后研报，然后我们会把这个链接放到 description 里。OK，那最后呢，做完这些所有的，我觉得大概你也会有对这个 crypto 的这么一个项目有一个很好的很全面的了解。那最后其实就是技术分析，那就是真正去做投资的时候。那做完上面这些这些分享呢，其实技术分析这部分我就不过多去讲解了，因为我觉得它更多是作为一个辅助的去判断，然后每个人因人而异，都会用不同的方法。那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去 Google search 一下，然后很多也可以一目了然自行去学习一些基础的方法。到这里呢，我就希望我的一些这个总结吧，对大家是有帮助的。然后如果你有一些要补充啊，或者说也有很好的一些投资策略，欢迎在我下方这个评论区，然后和我们一起讨论。那下面由Gary 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关于 ADA 估值的这么一个分析。好，谢谢 Michael 关于基本面的一个研究分享，非常详细。我们频道一直是秉持着授人以渔的这种态度，希望大家都能撑过这个熊市。
定下心来好好分析研究项目的基本面，争取在下一个牛市中投资中100倍收益的一个投资标的。上次节目播出后呢，有朋友在留言区问我对这个 ADA币价怎么看。说实话呢，现在这个市场上我们原本是不打算讨论 ADA 的一个具体价格的。第一，给价格预测的本来就是跟猜大小一样的，猜中的概率非常低。第二，现在在这么一个市场中，大家普遍都悲观情绪比较严重，对具体价格可能不是那么特别感兴趣。但是有朋友问呢，那我们就分享一下我们的看法。我记得我在刚关注 Cardano 这个链的时候呢，我看到过一个博主对 ADA 的一个价格预测，我觉得特别的有道理，我把他那个观点分享出来，然后再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当然，这位小姐姐的频道我也会放在我们那个简介中，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关注。她是一个专注在 Cardano 链上，然后并且自己也运营着一个 ADA 的质押矿池的这么一个博主。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多多支持支持她。他是分别从 Cardano 链要做的3件事着手，分析这3个市场的市场规模有多大，然后再给出一个理性的估计 Cardano 能占到这些市场上多少的市场份额，然后最后再得出一个估值。我自己是蛮认可这种分析的方式的。就首先我们知道 Cardano 它那个市场总共是发行量在450亿枚左右，然后第一个市场呢就是 Athena Prism， 它是作为公民的身份储存系统，储存公民的分散数字身份，这是一个很大的应用，尤其是在改善教育部门方面。该系统能够跟踪学生的一个成绩，并且以数字形式去验证成绩。系统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防止记录被篡改。成绩的追踪对政府协调分配教育资源的意义非常重大，教育资源将更好的分配到更需要的地方。我去年这个时候听过新东方的俞敏洪谈论过同样的观点，当时新东方也是想做这么一个系统，然后来记录学生的成绩。可惜不久后呢，政府就对新东方这类的教培行业进行严打。不知道俞敏洪这个想法有没有成型。说回那个 Cardano 去年是和埃塞俄比亚政府签订了合作，而且欧盟也是把 Cardano 作为一个潜在的合作方。Cardano 也出现了在欧盟的创新项目列表里面。我们假设这部分市场总共价值是500亿美元，大概能为 ADA 增加1.1美元的一个市值。第二个市场呢，就是给全球没有银行账户的人提供金融服务。据统计呢，全世界大概有20亿人是没有银行账户的，给这些人提供金融服务的市场大概为10万亿美金。假设 Cardano 能够取得这市场上的10%，也就是说，这大概能给 ADA 增值1万亿美金，平均将给每枚 ADA 增值22美金。我们很多观众朋友肯定会很疑惑，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物资充足、网络发达的地方，无法想象世界上还有很多地方连网都上不了，或者不能高速便宜的上网。Cardano 于是呢就瞄准了这么一个市场，和一家叫做 World Mobile 的一个移动运营商在非洲等落后的地方建立了个基础设施。Cardano 是很有计划的打入这些市场但是可悲的是这片市场几乎被一些国家或者说人就遗忘了，就是现在由 Cardano 来做这件事儿。第三个市场呢就是我们的智能合约平台。我们上一期视频也提到了 Cardano 开启了自己的智能合约功能，在去年9月份。作为一个比以太坊交易费用更低、更去中心化的一个区块链呢，我们假设Cardano能达到今天以太坊的这么一个市值，大概是在2400亿左右。这部分 ADA 呢，能给我们带来大概5.5美金的一个增值。所以综上所述呢，如果 Cardano 能够成功打入这几个市场，最终 ADA 的长期价值呢，将是会在28.6美金左右。当然，这都是基于 Cardano 能够稳步发展，并且能够拿下这几块市场的前提下。当然，这些都不构成一些投资建议。我自己的价格估计其实很保守。下一波牛市如果能够重回新高，就是2.5美金左右，能翻一个倍到5美金，我觉得就已经很满足了，对我来说。OK，那说完了 ADA 的一个价格预测，那我们来谈谈 ADA 的一个质押吧。对已经投资的朋友来说，长期持有 ADA 可以将 ADA 就是质押来获取一个4%到5%的一个年化回报，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因为 ADA 它是一个 POS 机制的币，它的奖励方式呢就是通过把 ADA 存起来，然后币生币。关于这个 POS 机制呢，我们之前也谈论过，就是可以回看我们前面的视频。
在这其中呢，参加矿池的质押和参加交易所的质押又有所不同。首先从中心化的角度来说，参加矿池的质押能够帮助 ADA 更好的去中心化，矿池的安全性也势必会比交易所更好。ADA 矿池的质押，你只是给了矿池运营者的一个投票的权利，他并没有拿走你的币，你的币也不会离开你的钱包，而且你还可以随时将你的币取出来。但是交易所，它是会面临一个跑路的一个风险。还有就是你也不知道交易所他拿着你的币到底是不是真的去做质押了，还是做一些其他的什么事情。矿池呢，它是一般可以做到随存随取，但是交易所呢，它是一般有一个锁仓期的，像币安这种大的交易所，它一般是锁仓大概3个月左右。但是参加交易所的一个优势就是它很便捷，大家每个人都会有交易所的账户，在交易所里面直接点一键，它就可以帮你质押，而且它给的那个年化回报也稍微是比矿池那边稍微高一点点。所以综上所述呢，我们这边还是鼓励大家去参加各个矿工运营的质押，因为这样的是能帮助到这个区块链发展的，帮助它的去中心化。如果不会操作的朋友呢，我可以推荐大家去这么一个网站，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个矿池，然后记住名字，就可以去钱包里面去搜索这个矿池名，然后进行质押。我们会把这个网站链接放在那个评论区。下面我来介绍2款就是 Cardano 官方推荐的一个钱包。第一款呢就是那个 Daedalus Wallet， Daedalus 是一个全节点的钱包，它是可以在 Mac 和 Windows 上下载的，并同步更新之前所有节点的一个信息。所以下载这一款钱包，它需要的时间还有的那个对电脑的一个内存要求会大一点。我们推荐第2个 Yoroi 是一个更轻量化的钱包，它是支持 Google Chrome 的一个插件，直接注册就可以使用了。最后我们来看这幅图，虽然我们现在身处熊市，但是 ADA 的质押率其实一直都是很高的，一直是维持在72%左右，可见社区对那个 ADA 的信心之强。这边我们就不多说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呢，请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和关注，打开小铃铛，及时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保证1个星期至少会更新1期视频，来陪伴大家一起度过熊市。谢谢大家。